别动，别过来！你小子到底是他什么人？竟然为了他连命都不要！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再往前一步的话，我把绳索割断。好，那我就依了你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就算是你维持得了他一时，我在这里待上个3、4天，断了你的口粮，你还能维持多久？你少在那废话，退回去！洪老前辈，哇，不会真的断气了吧？啊，这鸡可真香啊！小子，要不要来一块？我真是不明白了，你说你为了一个尸体这么折磨你自己，为什么呀？你还不如把那个尸体交给我，然后你就下山好好的喝碗热汤，好好睡一觉，那样总比现在强吧？真气输进去，怎么好像一点用都没有？杨过，杨过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洪老前辈可能根本已经死了，如果再拖上半天，恐怕不用这个女人出手，我也已经饿死了。不行了，可是我答应过洪老前辈，我一定要坚守。洪老前辈，你放心吧，我答应过你的事呢，我一定要做到。喂，怎么样？你到底想通了没有？我可告诉你，我的耐性可是有限的。如果你长时间让我在这里风餐露宿的，等我抓到你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喂，你在那干什么呢？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，这悬崖深不可测，如果我把这座桥毁了，就只有2种可能。一就是红旗没有死，他便会运用轻功跃到我这边来，那可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2就是红旗死了，就凭你小子，我相信你是越不过来的，所以大不了就是没有尸体泄愤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哼！喂，你还拒啊？雪崩啊！你不知道洪老前辈现在怎么样了？你自身都难保了，竟然还关心他，真不知道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他没给我好处，我说过要保护他的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倒是你这人真是奇怪了，人家洪老前辈都这样了，你干嘛不放过他呀？比起他在我身上注入的痛苦，我对他算是好的了。不可能，洪老前辈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义之士，他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呢？侠义之士。那只是他这一辈人都死绝了，小辈们对他的吹捧而已。当年的他，那可是非常的坏，假装温柔善良，就连我，也被他给欺骗了。啊！还记得30年前，丐帮与我师兄金轮国师处处作对的时候，师兄派我去暗杀红旗，没想到，竟扯出了一段孽缘。那个时候，我武功不济。杀不了他。后来我勤加苦练，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。可是真没想到，这日复一日，虽然我在进步，
他也在进步。最后，我还是输在了他手下。但是你知道这个人有多坏吗？他明明可以杀了我，但是他却不杀我，还故意把我给放了，藐视我。我苦苦等了20几年，功夫终于大有长进，结果这个人竟然卸掉了丐帮帮主的职位，消失了。请问，如若我再不做点恶事，怎么引出这个自以为自己是英雄侠义的人出马？我去哪儿找他？我是很同情你的遭遇，但是洪老前辈他是侠义中人，他遇到危害大宋之人，难道听之任之吗？那才是万万的不该呢。反倒是你这样老是去连累别人，我觉得实在有点过分了。我才不管什么狗屁道理呢！我只知道这洪七公负我在先，杀我夫在后，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外面的雪崩好像停了，我现在就要去找他的尸体，把他砍成100段。哎，有我在这里，你不许毁坏洪老前辈的身体。你用了2个很奇怪的字眼，一个是不许，一个是毁坏。请问，你用什么方法不许？怎么阻止我毁坏？你，钱兄弟，你果然言而有信。洪老前辈，你醒了！哎呀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一觉睡得我……哎呀，其实呢，在那个女人砍绳索的时候，我已经醒了。不过我要证明你有没有信用。现在看来，我没有看错人呐。哎呀，洪老前辈，你没事就好了。看招！停！我不和你打了。既然此生我打不过你，那我就多杀些人，多抢些货，算是给你多添点冤孽吧。哪里走！洪老前辈真是崇拜。你这么砍，自己也会掉下去的。能跟你同归于尽，我甚是开心。你就这么恨我？当然了，恨之入骨。罢了罢了，那我们就一起死，免得你再为祸人间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洪老前辈，打住我！你竟然还想施恩于我，洪七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此生不能报仇，我就宁愿一死。别躲！洪老前辈，抓紧了！洪老前辈，你没事吧？是我对不起他，这种事情不能怪你的。他把过去的一切都告诉你了吧？此事古难全。若是你当年不另娶的话，这种悲剧也不会发生。谁说我另娶了？没有吗？当然没有。自他离开我以后，我就一心一意等他回来。后来，我恩师的女儿拿着恩师的遗书，要我娶她。万般无奈，我只有逃婚。她应该告诉你了吧？她的丈夫偷听我大宋情报，为了大宋安危，不得不把她杀掉。哎呀，错了，全错了！什么错了？邱义农当初为了要跟你在一起，不惜背叛师门。他不知道你逃婚的事情，也不知道是你照顾了他那么久，
还有啊，等你离开了以后呢，他的眼睛逐渐就复明了。等他眼睛能看见东西的时候，他第一个看见的人就是龙九，所以他以为一直照顾他那么长时间的人也是龙九啊。此话当真？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冤孽，这简直就是冤孽呀！苍天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？不行，我不能任由他的尸体在这风吹日晒。我要去找他。唉，人世间的情感怎么总是充满了误会和错过呢？祖师婆婆和王重阳如此，洪老前辈和邱义农也是如此。上一回姑姑不告而别，会不会也是有隐情呢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好好的问问他，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我和姑姑之间重演。洪老前辈，等等我啊！等等我啊，老前辈！你是谁啊？怎么从上面掉下来？不过还好你遇到我，我武功天下第一，才能把你接住，否则的话，你命早就没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……你来告诉我是谁？哼，原来是个疯子。干什么？哼，脾气还不小，敢说我是疯子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天下第一，我武功天下第一。一朵，一朵，你在哪？恐怕你未必能算得上是天下第一吧？真正的天下第一，应该是那边那位。还有人敢跟我争天下第一？我倒要看看他是谁！邱一朵，快点给我出来！爹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原来这小子是他儿子，难怪功夫了得。不过这小子守信重义，人品就远胜老毒物喽。看你功夫不错，你到底什么人？哎呀，原来这个老毒物还是疯疯癫癫的，至今没好。我是欧阳锋啊！哦，原来你就是欧阳锋啊！你还问我是谁？你是谁啊？哼！我告诉你我的名字，吓死你！我叫这儿子，告诉他我叫什么？哎呀，爹呀，你不就是你就是个臭蛤蟆！臭蛤蟆，你都忘了自己是谁了吧？哦，原来我姓臭，我叫臭蛤蟆。对，你就叫臭蛤蟆，哇哇，臭蛤蟆啊哇哇哇！喂，老不死的，你笑什么？哎，我愿意笑，怎么了？我爱笑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岂有此理！停，别打了！爹，是我啊，我是过儿啊。多年不见，没想到你武功有很大的长进啊！哼，欧阳锋，你的功夫也不错，不过比起我来，那可是差远了。
不比怎么能知道呢？来呀，跑啊！爹，听话，我是过儿啊，过儿啊！我还有事儿要办，臭蛤蟆，我先不跟你比了。你往哪儿走？还没比完呢！别走！爹呀，别打了！洪老前辈真的有事啊，你别打了！洪老前辈，他和黑老前辈的，我跟他没完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冷静啊，冷静！怎么会找不到尸体呢？会不会他还没死啊？但愿吧，那样的话，我就有机会跟他解释了。爹呀，吃点东西吧。好。爹，上次你走了之后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你还说呢？爹到处找你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哼！后来我才知道你来了这里。哼，你知不知道过儿真的很想你？哦，真的吗？哎呦，乖儿子，爹呀，没有白白疼你啊！哎，乖儿子，你放心，等我打败那个老家伙，爹就带你到处闯荡江湖。爹，其实这位前辈呢，他是个大好人来着。混账！什么大好人？欧阳锋是个好人。哼，欧阳锋他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。对，欧阳锋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。欧阳锋是个畜生，欧阳锋死有余辜。前辈，他说的没错，欧阳锋就是个畜生。哼，欧阳锋，比内力比不出上下来，你敢不敢和我比兵器？比就比，谁怕谁呀？哎，洪老前辈，我爹的头脑不清醒了，你别跟他比试武功啊！我求求你了，洪老前辈。好小子，臭蛤蟆，我告诉你，你有一个好儿子，知道吗？这次啊，我就不跟你比了，我算你赢了。哎，岂有此理！输就是输，赢就是赢，还有什么算的呢？哎呀，爹啊，你就别跟他老人家计较了。你看他年纪那么大了，连胡子都白了，万一他真的累得虚脱而死了，人家会说你欺负老人家的吗？哎呀，乖儿子，亏你提醒。是啊，他这把年纪，就算我赢了他，也体现不出好来。你说的对。是啊。好了，欧阳锋，今天我姑且先放你一马，明天我再接着跟你比。好，来，爹坐。这个儿子真不错呀。完了，又打起来了！别打了！爹，洪老前辈，你们别打了！他老缠着我，不打不成了。这场大战，100年难得一见，你站那儿好好学学吧。哎，我儿子，爹的武功天下第一，哼，怎么可能打不败他呢？你坐着给我好好看着。好了，洪老前辈，爹啊，你们打了1天1夜了，肚子也该饿了是不是？我给你们去弄点吃的吧。是啊，弄点吃的过来吧，我饿了。哎，我不吃，我去睡觉了。哼。洪老前辈，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？不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洪老前辈，我不知道你跟我义父有什么恩怨，但是你看在他一把年纪又疯疯癫癫的份上，你就发发慈悲，不要跟他打，不要跟他争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好了，我答应你。哎，起来！哎呀，
这个老毒一辈子作恶多端，想不到到了晚年，居然收了你这么一个情深义重的义子。多谢你了，洪老前辈。哎，好了，我可以不和他打，但是这个臭蛤蟆，一辈子仇家太多，现在又神志不清，我是怕他。你放心，洪老前辈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你千万别让他再害人了。等我找到我姑姑以后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带着她一起隐居山林。好。现在啊，我该去找我那个邱义农了。那咱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，洪老前辈。后会有期。侯阳峰，不要走！爹，臭蛤蟆，你是要跟我比内力吗？老东西，我今天赢不了你，誓不罢休！爹，洪老前辈，你们别再打了，再打下去会两败俱伤的。不用你管。爹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爹没事。洪老前辈，洪老前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这多大点事儿？有本事再来！臭蛤蟆你，别嘴硬。小兄弟，去给我拿块冰去，我喝口水。哦，爹，你慢慢喝啊。爹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洪七公一世英名，想不到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在这儿。小兄弟，快给我拿点吃的东西来，我不想当饿死鬼。好啊，洪老前辈。快点！爹，你没事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放心，爹没事。爹还要答应这个欧阳锋呢。你真是大言不惭啊！你我都剩下半条老命，你凭什么赢我啊？是啊，比这内力的话，你和我不分上下。你别忘了，还有武术招式呢。倘若比武术招式，你肯定赢不了我。哼，未必，未必。倘若我使出我们丐帮的镇帮之宝打狗棒法来，就算棍上没有半点内力，你也拆解不了。老家伙，啊，你有你的打狗棒法，你以为我就什么都没有吗？我还有我的蛇杖掌法呢。倘若咱俩比起来，嘿，还不定谁输谁赢呢。你敢不敢跟我比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哎，洪老前辈，爹，你们都伤成这样了，就好好休息吧，别在这逞口舌之争了。小兄弟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不决生死，只拆招法，无论谁输谁赢都不打紧。对，儿子，我们不决生死，只拆招数，没事儿。小兄弟，你过来。我把我们丐帮的镇帮之宝打狗棒法传给你。这个打狗棒法只传给丐帮帮主，是不传给外人的。不过你的义父非要跟我比，我把招数传授给你，你打2下给他看看。
让他知道我们丐帮打狗棒法的厉害。洪老前辈，既然打狗棒法是不传外人的，那晚辈还是不学好了。而且我爹现在神志不清的，你老人家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吧。我只教你招数，不教你心法，等于没有传授给你。你只要把招式打两下给他看看，他看了之后，心中自然有数。洪老前辈，您的打狗棒法威震武林，我是知道的。我爹他未必抵挡得住啊。但是如果我学了的话呢，就等于是帮您打赢了我爹啊，这万万使不得。臭蛤蟆，听见了没有？你的乖儿子怕你打不赢我的打狗棒法，所以不肯跟我学。你说怎么办吧？啊？来，乖儿子，你过来。爹，哎呀，乖儿子，你放心，我还有很多招式没有用的，我能怕他。你呀，听爹的话，跟他好好学，把他的这些打狗棒法演示给爹看。爹一招一招给他破了，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好，老家伙，怎么样？我这招破了你那招了吧36路打狗棒法，你破了我35路，每招都攻守兼备，果然厉害啊，臭蛤蟆！说起来，你也不错。好，还有什么招数，你就尽管使出来吧。如果你能破我这最后一路打狗棒法，我老乞丐才真的佩服你。好啊，一言为定，亮出来吧！来，第36路打狗棒法叫做天下无狗。此招一出，四面八方都是棒影，尽力所至，就算几十只狗一起扑上来，都会死于棒下。所谓天下无狗，便是此意。棒法之精妙，一真武学绝艺。怎么样，老蛤蟆？想不想得出来这破解的招数啊？哎呀！我知道了，我终于知道了。我知道怎么破解这招了。哎，爹，头发全白了。过儿，爹终于知道怎么破他这天下无狗这招了。我告诉你，明白了吧？哦，快演示给他看。好，怎么样，好家伙，服了吧？想不到你这种招数都能破解出来。我老乞丐，真是佩服啊！那是当然。哎呀！欧阳锋，你果然厉害。哎呀，那是当然了。哎，你不是欧阳锋吧？你怎么叫我欧阳锋呢？欧阳锋，欧阳锋。你是谁呀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才是欧阳锋。
我才是真正的欧阳锋啊！哎呦，我终于想起来了。是啊，哎，来，哎呀，老家伙啊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洪七公，是北丐洪七公啊！哎呀！哎呦，我没想到能在这儿再见到你呀！我也是啊。哎呦，洪七，哼，真是没想到你也有今日啊！你终于油尽灯枯，再也没有复击之力了。你没死，我当然没有死，要不然谁把欧阳锋带到你的身边？哼，我真的是感谢老天呐，终于可以让我手刃仇人了。哦，洪老前辈！洪七公，我终于可以把仇给报了。老舅花子，我终于把仇给报了！我终于把仇报了！果儿，永远不要告诉他，他一辈子已经够苦的了，让他开心吧。果儿。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！这根绳子为什么会在他这？难道一直照顾我的是他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
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啊！不过呢，这活着的时候能够彼此相爱，死了又能够拥抱在一起，也算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了。老家伙，你就安息吧。果儿，乖儿子，你有没有遇上喜欢的人呢？我喜欢姑姑。姑姑，哦，就是那个你称作师傅的人。爹，你是不是觉得不好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爹觉得很好啊。哎，儿子，这人能够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听爹的话，一定要牵住他的手。哎，这有些人和有些事儿，遇到了就不能放过。如果放过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，你明白吗？儿子，其实呢，你别看爹我五大三粗的，是个粗人，其实年轻的时候啊，爹呀，也认识一个好女孩儿。她的名字叫阿雪，因为得不到爱情，所以才转成了名誉、金钱、地位。可是这些都替代不了这浓浓的感觉。她就是她。他是你心里面的唯一，所以果儿，倘若有一天你能够找到你的姑姑，你绝不能放手。无论这前面到底有多少障碍，还有多少坎坷，你都要扛起来。另外，人这一辈子，若生命到尽头的时候，这手里面还有另外一双手握着，这才是最完美的。我知道了。阿雪，你再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要过来陪你了。你高不高兴啊？阿雪。洪老前辈，我爹虽然破了你的36路打狗棒法，但是生死相搏时，又怎能每一招都花时间去琢磨研究呢？所以说起来，始终都是洪老前辈你略胜一筹啊。爹，你教我的我都明白了。一个人即使名气再响，武功再高，
结果都难免一死，还不如拥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来得更加实在。想通这一切，旁人看重也好，轻视也好，于我而言，又有什么相干呢？只要我找到我姑姑，跟她厮守在一起，我就很满足了。爹，洪老前辈，你们两位好好安息吧。霍都，既然来了，还不进去喝两杯啊？郭大侠，终南山一别，别来无恙啊！各位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有请金轮国师。这位就是家师金轮国师，大蒙古第一御赤法师。师傅，让徒儿为您引荐。这一位正是当年做过我们大蒙古西征右军元帅金刀驸马郭靖郭大侠，而这一位就是郭夫人，也就是丐帮的黄帮主。英雄大会本来是邀请天下英雄共同出席，但是今日阁下不请自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今日我师徒未接到英雄帖，却来赴英雄大宴，厚着脸皮做了不速之客。但是想到在此能够得会众贤，却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咱们闲话少说，各位，依小王之见，今日天下英雄尽聚于此，需推举一位群雄的盟主，领袖武林，以为天下豪杰之长。各位以为如何？你来晚了，我们已经推举了丐帮的洪老帮主为群雄盟主，现在正在推举副盟主，阁下有何高见？洪七公早已归位，你推举一个鬼魂做盟主，以为我们都是死人吗？胡说八道！你这么说，是咒我们洪老帮主吗？好，洪七公既然未死，那你就把他叫出来，我们见上一面如何？哼，我们洪老帮主云游四海，漂泊不定，你想见他，有那么容易吗？就是。莫说洪七公生死难知，就算他现在好端端的站在这里，论武功德望，都不及我师父金轮国师。各位英雄请听了，当今武林盟主，除了家师金轮国师，再没人能够胜任。你要推举一个大家从未闻名、素不相识的什么金轮国师，倘若洪老帮主在此，还能与你师父决一雌雄。可惜他老人家四处周游，看来也没有时间和你师父较量。幸好他老人家和你师父都有弟子，不如今日就由这两位弟子互相较量，如何？也好，既然如此，霍都，你就跟洪七公的弟子比试一下吧。是，师父。败军之将何足言有？什么？当日在终南山的时候，他就是郭伯伯的手下败将，今日是他自找的。素闻丐帮有一个镇帮之宝，叫什么打狗棒法，是洪七公生前的绝技。小王不才，将以这把纸扇讨教一下。哼，他可真聪明啊！三言两语，冠冕堂皇就避开了跟郭伯伯的正面交锋。但是五娘现在怀有身孕，怎么跟他比我？帮主的打狗棒法从来不乱用，你想试的话，好啊，那就试试他老人家的降龙18掌吧。记得当年与郭大侠在终南山上重阳宫中有过一面之缘，当日郭大侠自称是全真教的门徒，今日怎么又斗胆冒认是洪七公前辈的门徒呢？更何况今日是天下推举武林盟主之争，也是家师金轮国师和洪老前辈之争。郭大侠武功高强，
但身兼数门。如若由郭大侠出手，恐怕不会展现洪老前辈的真正本领吧？混账！你别在这推三推四的，有种你就和郭大侠较量较量！你们！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天下英雄大会吗？我看不过如此啊！师傅，我看我们还是走吧。如果不幸您做了这群酒囊饭袋之首，我怕会影响了您的威名。等等，在下乃是丐帮新任帮主鲁有角，打狗棒法实属初学，本来今天不宜使用。你若非要较量的话，那么在下也只好献丑了。好，小王就领教一下你的镇帮之宝——打狗棒法。这打狗棒法果真名不虚传。可惜了，打狗棒法如此精妙，难道你就会干？可能他只想以此壮声是吧？闭嘴！蓉儿，这打狗棒法虽然精妙，但鲁帮主初学，难免会吃亏的。鲁帮主，没事吧？鲁帮主，你没事吧？鲁帮主，进去。丐帮的打狗棒法也不过如此。洪帮主，打狗棒我已还于你，如果不服，你可以和我过上几招。休此理！我师母乃千金之体，怎么会跟你这种卑鄙小人斗手？不错，先打一场出去再说。大武侠我休得无礼，退下！天下英雄今日尽聚于此，姑且我们可以比试3场，连赢2场者便能赢得武林盟主之位。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啊？好，比就比。好，你们就去决定备战的人选。小王在这里等着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这帮蒙古人如此咄咄逼人，看来今日这一战是不可避免了。黄师妹，以你之见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对方众人之中，武功最高的应该是金轮国师。至于霍都和达尔巴，全真教的几位道长跟靖哥哥都跟他们较量过，至少我们知道他们的虚实。可你现在身体不适，这儿武功最高的是朱师兄、邱道长还有我。霍都功夫不弱，他的师兄更应该在他之上，而那个金轮国师，我都没有必胜的把握。那倒未必，我反而有必胜的把握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朱师兄，你还记不记得《孙子兵法》当中有这样几句话：“今以君之下嗣与彼上嗣。”去君上嗣与彼中嗣，去君中嗣与彼下嗣。什么上嗣下嗣的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吴师兄，这几句话是有典故的。话说当年齐国大将军田忌要跟齐王赛马，孙膑就教了他一个必胜的办法，就是以下等马斗齐王的上等马，以中等马斗齐王的下等马，再以上等马斗齐王的中等马。结果3局2胜，赢了齐王。我明白了，让朱师兄出战霍都，以他的一阳指，一定可以战胜霍都。而我出战他的师兄达尔巴，以我的功力也有必胜的把握。可是，让邱道长出战金轮国师的话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静儿，此事关系着中原武林的毁誉与尊严，贫道又何惜此命啊！道长，靖哥哥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我们赢了前面2局，那第3局就不用比了。邱道长又怎么会有危险呢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爹娘，不得了了！怎么了？大武小武跟那个霍都打起来了。什么？哎，废物！大武小武还不退下！师傅，你们2个真是太鲁莽了，小希怎么死了都不知道。请郭大侠放心，小王与2位高徒只是纯属比试，小王绝不会认真的。对了，刚才你们商议甚久，不知有没有选定好比武的人选？我们已经定好了比武的人选，不知你们是谁先比试呢？小王武功最差，
自然是由小王先上，其次是小王的师兄达尔巴，最后是家师金轮国师。你们的顺序不会变了吧？小王一向一言九鼎，绝不反悔。既然如此，第一场比试就由晚生来领教领教。晚生姓朱，名子柳，生平喜好吟诗作对，饱读诗书。不过武功非常粗浅，还请阁下多多包涵。朝思暮想的小龙女来了，您老还不上去诉诉衷肠啊？啊！姑姑，你去哪里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找的你好辛苦啊？我也一直在找你啊，我好想你啊，孤儿。我也好想你。姑姑，这次你不会撇下孤儿一个人走了吧？我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，以后你去哪里，孤儿就跟到哪里。孤儿死都不离开你了，好吗？我也不想离开你啊。你们要聊就到一边去，我们还要比试呢。姑姑，我们不要理他们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单独聊。嗯。你有吧？你有吧？姑姑，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我想你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你了。我本来打算留在古墓，这辈子都不见你。啊？你又跑回古墓了？嗯。哎呀，我真是蠢呐！我还到处去找你呢，我没想到原来你又回古墓了。对啊，你真是蠢，这都想不到。我回到古墓去以后，躺在寒衣床上练功，可是我就想到孤儿曾经在那边睡过，还有我们生活的点滴。我好想你，我就出来找你了。我出来找你，头发乱了我也不管，反正你不在，别人看我也不理。找不到你，我就一直哭，你也不好，都不出来找我，也不安慰我。是，孤儿是不好，姑姑你打孤儿几下吧，就当是惩罚，好不好？来，打死这个该死的！姑姑，你笑起来还是那么美。你怎么还叫我姑姑啊？我叫习惯了嘛，嘴上一直叫姑姑，但是在我心里呢，我早就已经把你当做我媳妇儿了。我也喜欢当你的媳妇儿。那你要一生一世都做我的媳妇儿啊？那当然了，当然要做一生一世的，难不成做1、2天啊？你要是敢变心，我就杀了你。那你放心吧，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变心的。对了，姑姑，李莫愁那个坏人呢，他经常会挑拨离间的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。嗯。娘，朱师伯在那画来画去的，是什么武功？他是画书法为招式，他正在写字。写字？可是我看了这么久，看不出来他写的是什么字啊。他写的是小篆，你平时就懒得读书写字，自然是看不明白。现在他又是在写什么字体啊？他现在写的是张旭的《狂草》。狂草？狂草抖3抖，神仙看不懂。哦。
承让，承让。师弟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就此理，押解上人。卑鄙！笑话！比武之前又没有说不允许用暗器。如果刚才被暗器所伤的是小王，小王也一定会认输的。住嘴！朱师兄，暗器有毒，我先奉你诀道防止毒发。来，来，师叔。郭大侠，现在被这个蒙古人反败为胜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好，第一场比武由小王侥幸胜出，第二场比武由小王的师兄达尔巴来出战。不知道哪一位英雄敢来领教呢？来呀！靖哥哥，我们已经输了1场，剩下2场绝对不能输。金龙国师就由你来对付，这个达尔巴由我来吧。哎，那怎么行呢？你身体不适，不宜出战。是啊，娘，万一动了胎气怎么办？郭夫人，这个蒙古人打伤我师弟，这场我来。现在情况紧急，也只能如此了。武师兄，你千万要小心。姑姑，你那么久没有见到过儿，你看你都瘦了。当然了，因为想你嘛。那你呢？一天想我几次啊？每天都有想你啊，每天最少200次。才200次啊？不够，我要300次。300次也不够，我上午200次，中午200次，下午想你200次，晚上想你200次。每天晚上梦里呢，都梦到你，亲吻你美丽的额头、美丽的眼睛、美丽的脸蛋。那到底是几次啊？就好多好多次。我也要我的梦里全都是过儿。姑姑你真好。嗯。哇，谁呀？你知不知道吓到我姑姑了？啊？武伯伯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各位，我们已经在3场比武之中先后赢得了2场。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这武林盟主要由家师来担当。哪个王八蛋干的好事啊？是不是你啊？你知不知道吓到我姑姑了？是我，你想怎么样？过来跟我姑姑可是个响头。小畜生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放狗屁啊？小畜生叫谁呀？小畜生叫你呢。哎，叫我干嘛啊？臭小子，你最好赶紧给我滚，否则别怪小王对你不客气。臭小子又在叫谁呀？臭小子叫。郭大侠，我们有言在先，能赢2场者为胜。现在我们已经赢了2场，难道你们这些中原之士都是一些出尔反尔、言而无信、浪得虚名的小人吗？你们今天的武林大会是不是都是徒弟代表师傅出战呢？不错，我们已经赢了2场，所以这个武林盟主之位理应由家师来当。哈，我知道你们已经赢2场了，可是你们还没有赢我们呢。你还没有赢我师傅的徒弟呢。你师傅的徒弟是谁啊？你傻呀！我师傅的徒弟当然就是我喽。你什么你呀？现在开始算了啊，3局2胜，谁要赢的话，谁是武林盟主。我师傅赢了的话，我师傅就是武林盟主。混账！比完一次又一次，你们仗着人多势众，那比到什么时候才是结束啊？你以为我想要这个武林盟主啊？我根本就不稀罕，谁让我师傅看你不爽呢？你师傅是谁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你往这儿看。他怎么样？漂亮吧？臭小子，你敢戏弄本王？本王要你的小命！来呀！打狗棒法，蓉儿，你什么时候教给过儿打狗棒法的？打狗棒法是不会外传的，我怎么可能教他呢？真是奇怪。过儿，你不用跟他客气，跟他来真的吧，反正他也不是你的对手。有没有勇气跟我打呀？好，那我就请各位在场的英雄作证，今天我要取这个臭小子的性命，完全是他咎由自取，与人无有。好，那就请在场的所有英雄好汉为小王做个见证，今天小王交这个臭小子的命，是他咎由自取，与人无有啊！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过儿累不累啊？不累。过儿，你过来。鲁帮主，打狗棒拿来。好。
这打狗呢，就得用打狗棒。丐帮的信物暂时借你一用，打完狗必须还之。是郭保姆。还有，逼他交出解药，替我们出口气。喂，还打不打？说什么呢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白白跟你打的。要不然的话呢，咱们就赌点什么吧。好，如果你打输了，就跪在本王爷的面前磕3个响头，叫爷爷。叫什么？叫爷爷。哎，乖孙。臭小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只要我赢的话，你就一定要交出解药。我能输给你？别妄想了！哼！臭小子，说，你师父到底是谁？你是不是聋的？我说了800多次了，他呀就是我师父。3局2胜，我们已经赢了2场了。武林盟主是我师父的了吧？一个黄毛丫头，怎么可以坐上这武林盟主之位？既然你这么想跟我打，我就陪你打2招。好啊，如果你接不到我10招，又当如何？接不了就接不了，又应当如何？姑姑，万事要小心啊。蓉儿，这姑娘年纪轻轻，恐怕不是金轮国师的对手啊。既然过儿能让她上场，我看这位姑娘的功夫应该在过儿之上。喂，已经超过10招了，你还打？靖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中原武林人士真是卑鄙，以多欺少，贫僧今天无话可说。黄帮主，郭大侠，后会有期。大师内功精湛，郭某深表佩服。